喜大普奔 Into One 的力丸终于回来了，今后可以在团体活动中看到力丸了。从几场翻拍中可以看出，力丸依然清爽帅气。作为一直被公司所忽视的小可怜，力丸可以说是受尽了委屈，每个团中都不缺被忽视的人，一被忽视，资源就虐得离谱。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几个人在团中有多可怜吧。当时 Into One 刚成团不久，力丸就被公司以身体抱恙回家治疗的原因暂停工作，让他返回日本专心养伤。至此整整8个月都没有参加过团体的活动，除了微博上的视频，基本上没有他的消息。如果说是腰伤的原因，那为什么不留在国内治疗呢？国内的医疗设施不是不行。其实当时除了身体原因，力丸还陷入了一些社会争议，对他的影响很不好，公司却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，导致一些不实的猜测在舆论中发酵。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，力丸不得不先回国待一段时间。不光公司忽视他，其他成员的粉丝也会内涵力丸，各种造谣。力丸的处境只有一个字：惨。目前力丸还在隔离中，据爆料6月份会参加一个团体活动。作为第3名高位出道的力丸，今后会得到公司的重视吗？同样高位出道却被公司忽视的还有樱桃少女的赵月。赵月是第2名出道的，个人资源缺少的离谱，没影视资源，也没个人单曲，有一个代言还因为微博搬家的事情被毁了。虽然说堂整体都被公司忽视着，哇唧唧哇都把重心放在了国际男团 Into One 上，但是团中西林、陈卓璇的资源都不算太差，唯独赵月好像成团成了个寂寞。其实在48的时候，赵月就很不容易。2018年，赵月差点为了舞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当时赵月按照要求站在一个悬在半空的月亮道具中，本打算在第1句分词唱完后划破道具布并从中跳出，可是在紧急关头，这个应该降落地面的道具仍然高悬在半空，赵月差一点就踩空坠落到地面。事后赵月情绪爆发，对工作人员控诉自己刚刚的经历。还有一次在超新星运动会跑步时突然失去意识摔倒，检查后才发现是因为他连续不休息的工作了1个月，导致支气管炎，病情加重。只能说在48还蛮不容易的，还好有一群好姐妹陪伴，再多的苦都能熬过去。不过赵月现在被忽视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，最起码她自由一点，有更多的时间提高自己，而且她的实力本来就被质疑，如果热度太高很容易引火上身。就看解散后赵月的资源能不能好点了。时代少年团的贺峻霖也是总被忽视的那个，在东方风云榜的舞台很大很美，镜头里却容不下一个贺峻霖。赫尔站在没有灯光照射的地方连鞠了4个躬。当时时代少年团成团的时候，赫尔是卡位出道的，也许正是因为是边缘人物，所以总是被工作人员忽视。在1周年的筹备工作中，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，赫尔是被遗落在机场，只有他一个人被滞留了，只是因为工作人员忘记了，这有点无语吧？少个人都看不出来吗？此前坐飞机时，赫尔还被单独安排坐在经济舱，其他成员都是商务舱，连工作人员都是商务舱。还有一次被私生不管不顾地扑倒在地等等，这些事情都表明了贺峻霖一直在被忽视着。然而他本人却不在意，一次次的表示没有镜头没有关系，团体出圈要紧，自己一个人被留在机场也没关系的，都没事的啦。贺峻霖内心的强大我们是比不了的，就算被差别对待他也毫无怨言，而且他的兄弟们还挺照顾他的，还好有队友的关心，粉丝可以稍微有点安慰。虽然说莫凡的资源差点是可以的，但是平常生活中希望不要再忽视他了，对赫尔好一点吧。9% 的有长靖也因为是第9名卡位出道的，总是遭受无差别对待。之前一次采访，小游就说，我觉得工作人员就会可能把我当做真正的第9名去看，这让我挺不舒服的。言外之意大家懂的都懂，因为是最后1名，所以工作人员会第一个叫他起床化妆，有时候其他成员都下班了，而他却不能早点下班。成团出道1年，资源也挺虐的，曾经在家1个星期没有工作，这还是 9% 热度最高的时候。不过后来资源都好了起来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小游老师的倭寇实力摆在那儿，会越来越好的。谁能想到火箭少女的徐梦洁当时也是被忽视的那个呢？大概只有追团的粉丝才知道，现在徐梦洁的发展挺不错的，暗格里的秘密让她打开了影视市场，演技是真的行，综艺上还参加了《哎呀好身材》，甜妹人设深入人心。可是在火箭少女还没有解散的时候，徐梦洁的单人资源就很少，参加节目露脸次数也非常少，大家对她关注度很低，经常是被遗忘的那个人。
发展的还不如未出道的李子璇和王菊呢。火箭少女刚解散的时候，徐梦洁几乎是零行程，跟其他成员相比差远了。还好现在都慢慢好起来了，小彩虹后续资源不会太差，希望她多多演戏。安琪作为 The9 的队长，在团时也是最不受关注的那个，这跟她的人气低有关。粉丝打头能力不强，公司又不傻，不会给他很好的资源。陆柯燃也一直被忽视，但是陆柯燃的人气并不低。刚成团的时候，别人都是行程满满，而他和安琪却有点闲了。有一段时间，陆柯燃还缺席了各类团体活动和录制行程，引发粉丝争议。大家都在讨论陆柯燃是不是解约了。后续才知道，陆柯燃是因为家中有事儿需要处理，所以才会暂停活动。归根结底，安琪和陆柯燃被忽视的原因是因为团内其他人太出彩了，他俩都不是不可替代的，再加上公司不重视，对他们的营销跟不上。现在 The9 解散之后，陆柯燃的资源也慢慢好了起来，有很多品牌都青睐于他，后续还会上综艺节目，在团内着实是限制了他的发展。外貌无撞型，粉丝超千万，为何 Rise 刘野个人资源全团最虐？在成团期间，刘野很少被哇唧唧哇安排综艺活动，曝光度很低。官博每次发的行程图也能看到，刘野的行程几乎为零。按理说，刘野的人气并不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之前看到一个言论说，哇唧唧哇主要给团综，而个人资源都是原公司给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只能说都是公司不给力，总是忽视他的发展。而刘野也算是逆天改命的典型例子之一，但是成团的时候，刘野也掉到了第11名，是他的粉丝拼尽全力打头，一点一点的将他捞了上去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现在刘野自己也成立了工作室，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啦。赵雷也是 Rise 中的小可怜，工作人员多次忽视他，在20年的一次生日直播，成员轮流拆礼物环节中忽视赵雷，最后赵雷一个人默默的在角落里拆开盲盒，他的资源也好不到哪儿去。2020年上半年，他的个人行程公布次数也才几次而已，长达半年无商务和时尚资源，这就算了。在一次舞台中，本来是双人高音，但是却没有赵雷的镜头，精彩的部分都没剪进去，真的是很过分了。以上我讲的都是这些成员在团期间被忽视的事情，很多团已经解散了，有的还没解散，娱乐圈的资源就那么点儿，确实是不够分的，如果不够出色，就不会被公司在资源上所重视，但是最起码也应该相对公平一点，不求资源上对等，只求不要无差别对待。他们有的解散之后资源才好起来，活跃在大众视野中，有的还在团内被忽视，今后的发展谁都很难说，我只当他们是厚积薄发，总有机会证明自己，让大家看到，让公司看到。好了宝宝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